最近这2年，我们看到的房产呢，不是欣欣向荣的，也不是呢房价一直在涨。我们现在的房产有这个开发商破产，有停贷事件，有烂尾事件，还有呢断供事件，以及呢房价普遍下跌。很多人在感慨，过去20年房地产兴盛的时代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房地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能房地产在未来会慢慢的走向衰败，那么我们现在买的房子还在还着贷款，可能呢就会成为我们一种负担。那还不如呢我把房子直接断供掉，成为法拍房。我不想在房地产上面再浪费任何时间。然而房地产真的走向衰败了吗？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进行分析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买房子？有的人说，我为了孩子上学，我为了这个父母养老，我为了我自己自住，我还想呢让我的资产保值甚至升值，所以呢我现在要买房子。那么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我们讲房子只是我们一个居住的场所，我们呢有了房子，不至于呢衣不蔽体，不至于呢被野兽所侵扰，不至于呢晚上睡觉还害怕，房子就是用来住的，仅此而已。但是到了现在，房子却不一样了，却变成了呢我们刻在骨子里面都需要的东西。那么造成这个一切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从众的心理。什么是从众的心理？就比如说你看到你周边的同事、朋友、亲戚买了房子，你自己呢也想马上买一套房子。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比别人差？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大家都有这种从众心理的时候，房价是不是就涨了？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有多少人是不乐意买房的，到最后被迫上车，就是因为我们有从众心理。因为呢我们不想看到因为别人买了最后房子升值了，而我们没买，我们挣不到钱，我们心里不舒服。好了，话说回来，按照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建房的这个规模，房子已经够34亿人居住了。那么我们每个人买一套房子，或者说2套房子就已经足够了，对吧？那房价呢也不至于涨得这么凶。然而事实呢却和这个相反，我们的房子呢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房价还在普遍的上涨。很多人到现在都因为首付不够而买不起房子。那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房子的金融属性。那房子的金融属性是怎么来的呢？在过去25年我们的 M2 增速呢涨了差不多40倍，但是呢和我们生活相关的生活物价 CPI 以及呢生产材料的成本 PPI 却没有涨那么多都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我们生活的物价以及呢生活的这个原成本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房地产这个吞金售债大量的或者说大部分的资金全部都投入到了房地产当中。说到这个呢，你别不信。首先呢，我们居民大部分的财产都在房子上，对吧？有很多家庭拥有2套房子或者3套房子，可自己的存款呢却不超过20万。还有呢，前几年我们国家大力的这个城市化率，对吧？很多人把房子拆迁了，拆迁了以后怎么办呢？又重新买房子，这个钱呢最终又回到了房地产市场当中。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因为土地所引起的。土地为什么能这么厉害？我们经常呢看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能看到的土地都是属于国家的。那很多人说我买了房子，我有70年的产权。那你70年的产权是国家赋予你的，只是让你使用土地70年，而不是拥有土地70年。土地永远是国家的。那么有了土地，就有了财富的转移。怎么转移呢？对于这个二手房，你所买的，你所交易的，都是呢你和前任房主之间的一个财产转移。对于新房，地方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建房子，还是把房子卖给了老百姓。总之到最后，土地所产生的所有价值都是我们老百姓来创造的。所以呢，交易量上来了，需求量大了，那怎么办？按照这种逻辑的话，这个房价就会一直涨上去。房价涨到最后，可能呢就成为了富人的游戏，或者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买不起，那显然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发展规律的。怎么办？这个时候呢，给了你一个缓冲的东
东西，叫做银行贷款。对吧？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如果说呢，在一线城市有一套价值500万的房子，说只能够全款买，很多人是不想买的，也不敢买，对吧？因为呢，我们的钱不够，因为呢，我们买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呢，如果现在告诉你，你只需要呢花100万左右的钱，就可以把这个价值500万的房子买到手，你肯定呢会很愿意去下手的。这就是我们银行的贷款。那么银行的贷款呢，有2个特点。第一就是贷款的金额可以很大，第二呢就是贷款的利率可以很低，这就给了我们普通人一种希望，屌丝都可以利息。以前我没有钱，但是呢我用我手中的钱达到标准以后，我就能够贷款买一套大房子，20年或者30年以后，我的财富就这样呢被积累了。其实还贷款的过程就是为我们积累财富的过程，这和租房呢有很大的区别。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利率比较低。除了企业以外呢，我们个人想要正常贷款的话，包括我们所使用的信用卡，包括我们的民间借贷，包括我们的消费贷款，这些利率都很高啊，一般呢都会在年化率18%左右。但是我们的房贷利率最高没有超过7%，而现在呢又降到了4.3%。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我们能够用到的利率最低的贷款，所以很多人呢对于这个贷款情有独钟。好，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就来解决现在的实际问题。实际上呢，现在很多人遇到了2个最常见的问题，这也是在后台上很多人经常问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以前买的房子这2年没有涨，但是我现在想卖又卖不出去，怎么办？这是我想解决的问题。那你要知道，为什么你的房子没涨？为什么你的房子卖不出去？根源呢，就是你买错了地方，你的房子流动性变差，没有人来买。这就是原因。那我们可以对比呢这个优质地段和劣质地段买房子的一些区别。优质地段的房子呢，它一般位于核心区，对吧？周围的配套比较齐全，它受这个房价的涨跌影响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呢，当房价下行的时候，可能你这个房子涨幅会非常慢。就即使呢在全面下跌的情况下呢，你这个房子呢也跌不到哪儿去。再一个呢，我们说房子是有周期性的，未来可能房价呢还会上涨，但是呢它会首先去上涨，这就是优质地段的房产。那我们再看呢，劣质地段的房产，一般呢就处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或者说郊区，周边没有配套，没有人口，没有发展的空间。那这样的房子呢，扛通胀是根本没法扛的，说白了就会成为你的负资产，即使你降价，你的房子仍然也卖不出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很多3、4线城市有价无市，就是这个原因。那有的人接着就会说，不对呀，我之前呢听了你的话，买了优质地段的房子，但是现在我的房子也仍然卖不掉，也没有涨啊。之前不是说买市中心房子就能够涨价吗？那是因为你买错了时间节点。我刚才说到，很多人是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买的房，那个时候的房子是我们中国房价最高的时候，你在高位接盘，就相当于你在2017年的时候买了2024年甚至2025年的房价，你当时买的就是几年以后的价格，那么现在房价不涨也是很正常。再加上如果你现在想卖掉的话，你肯定还会涨价，但是又不符合现在的一个房价的涨价周期，那怎么办？你只能跌价卖。但很多人呢，宁愿把房子握在手中，也不去卖，对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有价无市，或者说核心地段房价没有上涨的原因。那讲到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未来房地产还有发展吗？那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房子是商品，对吧？它有一个周期，就是说有涨就会有跌，不会呢无止境的涨上去，也不会呢无止境的下跌下去。好，那么我们说房子一般呢就会经历4个周期，第一是复苏，第二是上涨，第三是低迷，第四是下跌。复苏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房产并不是太好的时候呢，政府呢会出相应的一些政策去鼓励呢大家买房，刺激大家买房。比如说08年以后的货币大放
水啊，包括呢这个降息、降准等等，这些呢就是鼓励大家买房子。那在复苏期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首先是成交量上去，紧接着才会房价上涨，而不会呢马上就会房价上涨。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呢，就来到一个上涨的周期。这个时候，不管是1、2线城市，还是3、4线城市，甚至很多偏远的县城，也都会跟着涨价。这像不像2017年到2020年的房产复苏的阶段？像不像2015年到16年的房产？那么当房价上涨完了以后呢，马上就会进入一个低迷期。当然这个低迷期呢也不是一下子低迷的，它从上涨到低迷是有一个过程，就是成交量逐渐减少，但是呢房价还会小幅度的上涨一个阶段。伴随着这个调控的到来，房子呢就进入了这个低迷期。你看一看像不像2020年到2021年这个阶段？当时房价在2021年的上半年还在上涨，但是2021年这个时候的调控已经全面开始了，直到2021年的下半年，房价才开始慢慢的回落。好了，紧接着呢就进入了下跌期。下跌期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的2021年的下半年到现在，那这个时候呢就彻底的进入了买方市场。买方市场呢就是说市场上的房子很多，但是大家都观望不买，甚至优质地段的房子都降价都没有人买。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周期。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的就是复苏期，复苏期伴随着就是楼市的全面松绑。我们现在不就正在发生吗？很多人说，那我们应该什么时候买房子？那我们应该呢在复苏期的时候买房子，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买房子的价值最大化。不知道各位看懂了没有？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